今天说个比较轻松的富坚义博人称富坚，这反正是同义字，大家都懂的。Level E 为啥呢？是入坑。之前很早是买了，还专门到哪买了东立版本的这个台版正规版3本一套可以看的跟我的手大小差不多。这个呢实际上是日本它就是市面上正统的，就是不是正统的，就是普通版本大小是这么大是这么大，标准的这个32开，不像我们国内那会儿为了省钱，这个再对半分64开。最近呢是入坑入到哪呢？是新的一套贵州重新出的这么一套，还专门所谓的飞机盒3本，还有专门的这个一个我们公子傻瓜公子的这个肖像还有一个可以变身，可以看到三段变身的一张纪念卡这个书呢它就是大了一圈，张大32开吧，可以对比一下有多大。那大了一圈。实际上呢这个还不是正规的跟那个就是漫画它这个原稿一样大小的呢，应该是这么大，我们再对比一下16开这个是所谓张大32开这是32开。就是什么时候有这个版本的，我估计 Level E 呢还会入一本，还会入一套为什么？因为 Level E它是神作富坚义博我估计这一生的唯一的神作了为什么这么说？富坚义博也有苦日子苦过他说访谈的时候说过，最苦的时候兜里就剩下168日元所以老实按照少年 Jump 少年跳跃的那编辑的建议一画一画出来，最后成名的呢是这个是大家记忆犹深的悠悠白书最后一画的最后一幅结尾悠悠白书实际上呢照理来说它应该至少还能画10卷甚至于20卷，但是他就任性不画了就等于说是啥呢？乡下青年被金钱巨大的财富这个本性或者说冲垮的这么一个事件。为啥呢？悠悠白书刚开始的时候他还不知名，但是干到半中间就已经封神了那个到93年的时候就已经是销量200万93年还是95年，而且93年他的这个个人交税，就不说收入，交税就达到全日本排名第76位。就什么意思？他一个人的税收跟全日本各种各样的这个叫企业不能比就是个人税收他就排到前百名以内，好像3亿多日元然后呢他就是放飞自我了。后来呢这个跳跃他负责的编辑呢也换了茬，他就彻底就是最后几卷呢他也是开始不听话了就直接任性的把它直接中断掉了。那这个呢还不是他被称为富坚就是那个奸鸡那个奸，就奸猾的那个奸。最让人遭人恨的是啥呢？他在里头他泡到了无内直子。无内直子是美少女战士的作者是整个漫画界里头真正的白富美。人家都顶多坐地铁或者租个车去那个会场领年度的什么漫画奖无内直子是开自个儿的这个大奔去的那他呢甚至于是啥，就是明知那个灌篮高手我就不说是谁了，那个他暗恋五内直子那么多年结果富坚一眼看着就冲上去死缠烂打两边就快速结婚了。这个呢自此之后其实呢就是一个白富美，真正的一个白富美，然后呢一个是逆袭成功的青年，他们俩可以说是幸福的，从结婚到现在就没离过婚这个可能女方忍耐更多一点。那这个 Level E 呢是他在开启后面的坑王之作的那个夯的成夯的全职猎人之前悠悠白书之后中间这么一个 Level E。这个时候呢他在
少年跳跃的地位呢是这个无可争议的，而且呢新上来的主编呢为了把他留下来啊，开出的价码呢非常优厚，你只要是留在少年 Jump 啊，我可以不遵守周刊一周一节稿的铁律啊，你只要是每个月啊，就是你给稿就行啊，等等等等啊，就是非常丧权辱国吧，可以这么说。所以呢，富坚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可以说这个 Live E 呢是富坚义博啊，他唯一脱离商业营销，按照他本性啊真性就非常随性的创作的唯一的作品，短短16话就讲了8个故事，是95年一上来就是重新封神，因为它整个故事结构啊、人物啊、走向啊，比悠悠白书还不可琢磨，但是非常爽，是一个非常硬核的科幻作品，可以这么说啊。95年他就提出来，其实地球上已经有上百种外星生物混杂在一起生活了啊，以这个大背景之下开展的一系列这个非常跳脱好玩的故事。那搞清楚，这是95年，97年才出了《Man in Black》啊，所以很多人就说这个好莱坞的这黑衣人可能是抄他的这个创意。那这里头故事有哪些呢？就是无处不在的反转。比如说封面这个，大家一看都以为是个美少女，实际上她是一个很脱线的啊，甚至于名字都叫马路啊，就是傻瓜的这个王子啊，是一个高智慧这个种族的那个帝国宇航帝国的一个王子。那他的太聪明了啊，觉得这个全宇宙的人都很傻逼。那么它存在的唯一目的呢，就是不无聊，所以呢，专门炮制出各种各样的意外，导致于他的这个侍卫队的总队长啊，对他是痛恨交加。那这里头故事就是反转到哪儿呢？比如说啊，就是全宇宙通缉的职业杀手啊，那个职业女杀手啊，但是她来地球呢，就是当了一个老实的一个中学女教师啊。还有呢，就是 RPG。这个王子呢，为了不无聊，为了让这个叫地球人意识到有外星人生存在自己周围啊，他专门画了这个就像少年跳跃啊，画了一期37页的这么一个漫画故事投稿啊，在这本书里头，这个王子向少年跳跃这个杂志呢，这个日本应该是排名第1的漫画周刊杂志。投稿，结果被拒绝了。于是他开启了第2个方案啊，就是通过这个就是宇宙种族里头流行的儿童玩具啊，就像哆啦 A 梦啊，就是那个叮当猫一样。那个儿童玩具有一种呢，它是可以改造一个星球，把这星球上的各种各样的这个生物啊，通过它的这个计算机辅助吧啊，这就也有点像银河系漫游指南那头那样啊，就是可以把一个稍微有点基础，就是还没有智慧生物的这个星球整个改造成一个 RPG 游戏的一个场景啊，也可以说吧，它为什么它在承前启后Hunter 就是那个全职猎人里头的，把整个岛改成了一个游戏啊，通过游戏机中古游戏机呢可以穿过去。那这个创意实际上就来自于这个 Live E。那么在那个里头呢，他为了让5个普通的小学生这个接受地球上有外星人的这么一个设定，把他们呢都 OK 通过一个手环给他们可以植入这个，可以随时随地穿上铠甲虽然是玩具级的，但是他把这玩具级的东西改成了军用级的，然后把他们投放到这个星球上。那星球上呢是充满了它各种各样混乱或者说变态的这种生物和魔怪当然还有 RPG 标准的王国呀、村落呀那种 NPC 都有他自己呢，为了看大结局，把自己装扮成那个公主另说。那么这一个游戏星球 RPG 星球上的这个总 boss 就是唯一可能说是就是说穿了，现在我们正在担心的 AIGC 等等后面声称就是这个管理整个星球这个游戏进程的这个 AI 这个 AI 呢反而产生了一个善良的一个人格把最终这个游戏停还是不停的这个结果呢给了小学生们小学生们一致同意你既然这么不叫善良，有自觉，那么这个星球 OK， 你只要是在你管理之下，我们相信它不会丧尽天良不是暗黑系的，大家只是个游戏星球。那这既然是你
诞生的使命继续执行下去就行啊，大家一股脑的使出绝招把这个王子给打飞了，等等等等。还有呢里头的一些创意啊，比如啊，就是有一个种族呢叫女王蜂种族吧啊，它这个女王呢，这个种族的女王啊，负责这个生育啊，这个就跟我们蚂蚁啊或者黄蜂一样，但是它一生呢只会交配一次，然后可以持续不断的去这个生育。但这一次呢，它看中了人类，就是但是它呢，只要是跟它可以跟任何一个种族去这个跨种族的进行交配，但是一生只能交配一次。一旦交配完了之后，对方这个种族呢会在数代之内灭亡。但他这一次来地球呢，看中了地球的一个女孩好，这个故事后面怎么展开？地球没有灭亡啊，所以这个他的这个脑洞等于说是提出了一个方案，很轻易的就绕过了他这个女王蜂种族的一系列约定，但是呢是等于说是对什么宇宙或者说这个对宇宙生命啊，或者说伦理的一系列践踏啊，导致于他的这个侍卫官他的内心是这样的。这还是一个跨页的一个插图可以看到比幼儿园小孩的这个简笔画还不如。但是呢，这个呢就是这位侍卫队长他的内心的真实写照啊，可以看到他这是对教啊，就是那个娇冒险奇遇记里头那个猫草的一个致敬啊，可以大致看出来。那么他敢对跨页，就是等于说一般来说我一周啊要交，比如说一画16页啊，就是正反就8页纸啊，16面，他把其中2面就直接画成这种简笔画啊，等等，就是 Level E 呢里头故事情节人物非常异想天开，而且又非常充满各种各样的反转和哲理，而且这些反转和哲理全部源自于他以往打游戏啊，包括看哲学书方面的各种各样的这个思考，对于生命的思考啊，对于这个叫什么来着，这个啊超能力啊，对于这个各种各样的伦理的思考，这个就这三本，你是反复看是不会，就每次看都会看出很多新的东西来。最关键的是啥呢？像他这种啊，衣食无忧啊，家庭幸福，社会地位稳固，那他的这个出版社呢对他有非常不叫纵容，不是放纵，纵容的情况之下，交出的 Level E 可以说是这个叫日本漫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一个异品啊，或者仙品，或者说就是神作。以前没有，以后估计也不会有这种人或者这种情景存在了。所以他没有浪费这个最放松、最随意的这个状态啊，交出的这个 Level E 啊，的确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之后的 Hunter x Hunter 那就是全职猎人，那就是长期休刊虽然故事呢走向还行，但是跟 Level E 相比没这种紧凑和这个期待感觉了啊。所以 Level E 它之所以是神作，除了它故事啊、形象啊本身，包括它的分镜头有很多的创举。比如说啊，其中有情况呢，就是说这2页一点画都没有，全是字儿，满篇是字儿。但是呢，它是把这个故事情节里头非常好吧，这是非常反传统，它毕竟是漫画，对吧？大家对于这种行为呢也深恶痛绝，所以一直称他为富坚，而不是他的姓名啊，富坚义博。其次呢，他这部作品诞生的时机非常好啊，刚刚完成了《悠悠白书》，社会地位奠定啊，又没有开始为了钱啊，这个开篇这个叫什么啊，愿意不愿意的那个全职猎人，就是他还有点心气儿，还有点天真浪漫的这种感觉。同时呢 ，OK， 又出版社又对他行为又无限包容。这种情况下出的 Level E 这3本16画实在是太难得了啊！有机会大家一定要读啊，推荐读。当然呢，有电子版什么啊 EP 啊这个 ePublic 啊 EPB 啊，还有这个 Mobile 格式，甚至于这个大家都当成泡面的那个 Kindle 啊 Kindle 格式的都有，电子书都有。那么这个免费网站在哪里头可以有啊？这个我承诺吧，这个订阅超过100的时候我会公开。那这会儿大家如果想问的话啊，可以单独给我发邮件问。
OK， 好，以上今天就是介绍一下这本神作。OK， 好，拜拜啊，随时再聊。